Hello， 欢迎来到娱乐八卦君。在节目开始前，请先关注、点赞，这是对我最好的支持哦。街舞3队长采访放出王一博造型上的小心机，你发现了吗？6月11日一早，这就是街舞第3季就放出了队长们前采的片段，内容是王嘉尔、王一博、张艺兴、钟汉良挑选队员的评判标准，同时也是首次放出几位队长的正面造型。在之前放的海报中，我们都只能看到剪影和侧脸，然而有粉丝却发现了我们王一博队长在造型上独树一帜的小心机，不仅挑染了头发，而且头发上挂了2个闪电造型的小发坠。之前放出的海报中，就算是剪影也能看出头发上挂了2个小圆珠，配上许久没有见面的爱豆装，这身打扮可谓是十分亮眼，不仅增加了时尚感，而且也能迅速的在人群中脱颖而出，必须要给造型师加鸡腿了。然而小编怎么会放过如此有小心机的造型师？究竟是谁呢？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王一博的造型师有2位，一位负责妆发，一位负责服装，这2人可跟着他跑了不少活动呢。王一博基本上在所有公开场合的造型都是由他们一手打造的，比如之前在创造101中的出圈的蓝发王导师，以及近期的2019年尾星光大赏活动中的星光西装造型。比起经常担心造型师发型师不给力的明星家来说，王一博粉丝可是看到这2位就能放下心来了。不过虽说造型师十分给力，但王一博日常自己私服也是时尚感极强。比起其他明星热爱大牌，王一博喜欢的服装显然和他自己热爱的滑板运动、Hip-Hop 文化这些有很强的关联。也不知道王一博究竟在哪里能够淘到那么多小众而又好看的品牌。不过据王一博的采访说，他自己朋友圈里就有很多稀奇古怪的代购和买手，这样看来也就解释得通了。不过据小编的观察，王一博和王一博的造型师都非常的能够审时度势，在什么场合穿什么类型的衣服。就比如在天天向上中这种正能量的上新节目中，王一博作为主持人一般都穿得比较朴实，不会抢嘉宾风头，而日常坐飞机也大都是休闲舒适类的。而在时尚晚宴那种需要发力的节目中，就有表现既出人意料又打动人心。说到这儿，小编不禁想让这2位造型师加2个鸡腿了。在这次的采访预告中，我们也能看出队长人对此次选拔队员的严肃性和每个人的个性特点。比如王嘉尔属于感性类的，对方需要符合他的感觉和他的喜好。钟汉良比较注重街舞精神，而王一博和张艺兴更注重舞蹈的技术性以及整体的感觉，每个人都各有乾坤。仅仅从这个采访中，小编就已经能想象出神仙打架的画面了，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看这就是街舞第3季了。说我颜值的人，你们不要逮死了，你们去喜欢别人就好了，不用来逮死我。记者，什么时候你开着大摩托车去娶粉丝？王一博，换别人吧你们。记者，家里的乐高会送给粉丝吗？王一博，不可能。记者，为什么？王一博，我的东西。在观众眼里的王一博话不多，和粉丝的互动也很少，但是却拥有着很高的人气。性格如此耿直的王一博，为什么会在娱乐圈拥有一席之地呢？可能就像粉丝说的，越深入了解，就发现这个人越有魅力。他是一位非常低调的明星，作为粉丝或者观众，没有看见他的张扬。虽然身在非常混乱的娱乐圈，但是一博却没有一些明星身上的浮躁，对于名利好像也没有多么看重，拎得清放得下，不娇柔做作，不刻意讨好。或许是他的不争不抢，性格耿直，让许多粉丝入了他的坑。或许是颜值实力让观众们对他流连忘返，也或许是大家看多了明星镜头前努力营业卖萌能说会道之后产生严重审美疲劳，突然看到王一博对天对地对自己还别有一番滋味。王一博能获得那么多资源的青睐，不是在于他有多会交际，人缘有多好，而是他行动上的待人接物，对工作目标的执行力胜过了镜头前那些整天把目标口号喊在嘴上，张口就来的表现派。
实在，他是又扎实的工作作风，相信没有哪个合作者不欣赏吧。